乐声沧海，凌不疑终于认祖归宗，恢复后无伤的身份了。这多亏了陈少商，若不是他当场陈述，为凌不疑力战群臣，说出霍家子的身份，恐怕凌不疑可能会命丧崖底吧。当凌不疑昏迷中醒来，控诉霍氏被屠真相，文帝痛心不已，含泪赦免凌不疑。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贬去了西北。凌不疑从始至终都记得自己霍无伤的身份，包括孤城被屠的惨案。而彭坤当年除了杀死秦安王之外，也是帮助凌毅里应外合，屠杀霍氏的真实凶手。只是彭坤误以为凌不疑是凌毅的亲生儿子，才会说出一切。凌不疑得知真相竟是如此，他杀死了彭坤，随后又私自调兵，在凌毅武士寿宴上屠杀凌氏满门，却没有想到陈少商会出现。凌家屠杀凌毅后，独自面对前来抓捕他的人。陈少商得知后，急忙骑马来救凌不疑。陈少商更是带走了重伤的凌不疑，行至悬崖边，跟眼看着无路，凌不疑推开陈少商，自己掉下了悬崖，只为换陈少商活命。凌不疑弑父，震惊朝野，文帝再怎么护短也护不住他了。不孝本就是大罪，弑父可是不可赦免的死罪。为了救凌不疑，陈少商决定赌一把。从淳于氏处找到了凌毅的罪证，又说出自己的猜测，凌不疑实际上是霍家已孤的身份，又令朝野震惊了一把。文帝当即下旨，务必救回凌不疑。凌不疑被救后重伤昏迷，醒来后当场控诉孤城案惨烈真相。凌毅为一己之力杀害霍冲，致使兵成兵败，又屠了霍家满门，此等灭门之仇怎能不报？文帝听后又震惊了一把，下旨惩治凌毅，为凌不疑洗脱罪名，又让他认祖归宗，恢复霍无伤的身份。可惜程家人认为霍无伤负了陈少商，不允婚事，而霍无伤复仇有情可原，但是私调兵也是大罪，即便文帝有心为他开脱，该走的形式也是要走的。再加上霍无伤觉得自己复仇一事欺瞒了陈少商，在远去西北后用战争麻痹了自己5年。在凌不疑离开了那5年时间里，陈少商多数时间都陪伴在宣皇后的身边。一方面，他和宣皇后的感情其实比自己的父母都要深；另一方面，皇宫之中所听到的议论他被凌不疑抛弃之类的闲言碎语，至少会比外面的要少上一些。宣皇后这边在经历了为了太子安危而主动向文帝废除自己的皇后之位，以及凌不疑复仇等事情之后，身子骨变得一天不如一天。陈少商看着宣皇后的状态，心疼不已。无意间，陈少商听到宣皇后希望自己和太子都可以平安喜乐，找到属于自己的好姻缘之后，他为了可以让宣皇后高兴，直接跑到太子面前，让太子娶了自己。太子虽然过分心软，但是至少还是明白事理的。他知道无论是陈少商对自己，还是自己对陈少商，都根本没有半点儿女之情。如果是为了宽慰宣皇后就强行在一起，那最后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他直接就选择了拒绝。陈少商看到太子不同意，情急之下直接跑去找到了武皇子，又想让武皇子娶了自己。武皇子虽然第一次见面就表达对自己对于陈少商的喜欢，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自己答应了陈少商，那肯定是弊大于利，他也选择了拒绝。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武皇子其实远没有他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愚蠢，而看到武皇子拒绝了陈少商的求婚，就能够明白他其实一直都在伪装自己，最后他可以成功逆袭，也正是多亏了这么多年的伪装。武皇子因为自己出身的原因，在宫中一直都抬不起头来。他的母亲原本只是宫中的一位姓徐的宫女，文帝在与大臣们倡议之后失去理智，所以就和武皇子的母亲有了一场温存。此后就有了武皇子。文帝虽然自己知道办了糊涂事儿，但是没办法，只能给武皇子母亲一个美人的称号，敷衍了事。武皇子很清楚，他只有做事做人都格外低调，不让太子以及三皇子等人感觉到自己对太子之位有渴求，才能够平稳度日。所以他平时就是装作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原著中，武皇子凭借着自己的伪装，在最后顺利封王，有才又有势，可以说是成功逆袭了。